我为什么总是在关系当中遇到类似的模式？就是遇到绿茶婊啦、渣男啊这一类的，然后因为你人就是你可能本身就是会吸引到这种人的特质，这种体质。对，当你看清楚以后，你就不会再遇到同样的类型的人了。他怎么讲？高我是每个人都有的，对。那你说的阿卡西是前世记录，是那种灵魂蓝图，就是我们累世发生过的事情的那个灵魂资料库。跟着我一起去探店。那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是，中埔的白莲光流转进咖啡。那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吗？对，好，我们是在那个中埔啊，要往石弄林场跟独角仙农场的路边，对，所以基本上转弯处，对，基本上来说，你要来这边的话很好找 ，Google 定位独角仙农场，你就一定会经过，因为它上面它就是独角仙农场，那你就一定会经过到这个地方，没错，这样子。那主要这边的服务项目的话是哪些呢？我们其实啊，我们会做这个地方啊，其实不是只是想要开一个咖啡厅，我们是要打造一个疗愈的空间，就是让每个人啊来到这边都可以慢下来，然后回到自己的地方。然后因为当初找这里的话，因为这边是一个转弯处，对，所以我会取作转进咖啡，也是有原因的。客人进来就是离开的时候，他不一定马上可以得到一个答案，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平静的力量，或是他有一个心境转化的感觉，重新回到他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取作转进是有这样子的意义。所以可能就是来的时候，对于人生会有一些困惑，是，那可能你会希望说，出去的时候会不一样，就可能在问题有可能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但是至少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这样子。对，因为现在人的生活非常的忙碌，所以就想说，可以来这边，来到山里面喝一杯咖啡，然后看一下水晶，闻一下精油，对，闻闻那个咖啡的香味，对，然后让自己的那个状态可以平静一点，然后找到他们，对，或许没有很明确，可是回去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力量，有一些想法，对，跟新的方向。就可能人生迷惘的，因为只要人的话，就一定会有迷惘的时候。那可能身边的朋友没办法去帮助到你，或者是说没有完全的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之类的，那你可能来这边，那你可能就会透过老师，可能透过一些能量饮嘛，对不对？是能量饮。其实我们这边的能量饮品啊，它实际上是你可以搭配每一种饮料，像今天他是选奶茶嘛，对，所以我们就是会透过现在的能量场去检测、去感应他现在目前的能量状态如何，然后再注入他需要的能量。我们白莲，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能量，做的都是能量的疗愈方面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场。对，类似这样子，所以这一杯能量饮，我等一下可以说嘛哈，可以说你的这一杯能量，对，它是选奶茶，好，然后啊，这是在它的高我同意之下，好，我会连接它的高我，帮他下载他目前的状况。当你喝下这份奶茶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会让你再用你独特的方式去接收跟整合刚刚这些能量。让你的创造力啊，可以在更高层次再绽放。对，大概是这个样子。我们的能量饮品大概就是帮客人检测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它出来会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同。所以光也是不一样。对，光也是不一样。那每个人需要的也是不一样。所以可能有分颜色是基本有分哪几种，还是没有？都不一定。都不一定。对，就是看你当下需要的，然后看你的高我跟我的灵感，对，下去帮你那个注入，看你当时现在
需要的的光是这样子。那是高我记得好像是阿卡西里面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不只是阿卡西，其实它怎么讲？高我是每个人都有的，对。那你说的阿卡西是前世记录，是那种灵魂蓝图，就是我们累世发生过的事情的那个灵魂资料库。对，高我是每个人的我们的本我，有的人是说本我，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对对对，只是说可能我们有时候的，我们没有办法感受，我们可能受过这个地球的五浊恶世啊什么的之后，你已经忘了他，可能他在跟你说什么，指导我们什么，我们也都忘记了。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在这边，你主要是看阿卡西让你看阿卡西记录吗？还是？其实什么都有，只是阿卡西可能像那边我们有能量解读，然后就是身心灵，你现在的波动状态也算对，不只是局限阿卡西，只是阿卡西它是一个比较。大家比较会想知道的就是前世今生的一个蓝图嘛，就是它是一个灵魂的，好像图书馆呐。简单来说，你就是觉得说，你可能是进入了你的图书馆，对，然后你把你哪时候的那一本书拿下来看，对，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对，然后它是宇宙，类似说是你生命的灵魂的经验跟你生命的历程，对，所以我们会说资料库。对，就是一个人过去经验、内在模式，或是关系，或是你这辈子正在学习的课题。对，就是然后对，有的人会觉得是算命啦，可是其实不大像。它要跟一般的占卜又不一样，对不对？完全不一样，因为占卜它是要透过牌卡去有一个依据嘛，对，然后它是要有工具。阿卡西它是比较偏向了解自己。就是你去探索你自己的人生课题，比如说，我为什么常常是这一个同样的事情一直在轮回，卡点一直在轮回，一直做同样，其实你一直做同样的选择，你的结果就是会一样的。可是你如果来看阿卡西之后，你会看到你的卡点是什么，有可能你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解决方式就会不一样，或是你心态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为什么总是在关系当中遇到类似的模式？就是遇到绿茶婊啦、渣男啊这一类的，然后因为你人就是你可能本身就是会吸引到这种人的特质，这种体质。对，然后你看阿卡西以后，其实你会了解到说，其实他不是渣男，也不一定是绿茶婊，他只是要带一个课题来让你学习而已。当你看清楚以后，你就不会再遇到同样的类型的人了。就是你终于知道渣男长什么样子，绿茶婊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在选择的时候就知道说这个可能又是渣男，这个可能又是绿茶婊，那我就不要，那我可能就是找其他人，就是他会让你知道说坏人长什么样子，你才知道好人长什么样子。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好人跟坏人，对，就是不适合你的人。对，我们没有，我们能量来说没有，因为我们觉得。你觉得现在是坏人，可是他带给你的可能是要让你学习到什么东西，他不一定是真正是坏人，对，好人也不一定是好，就是你觉得好人他也有他的好朋友，或是他跟他关系他也是好人，对，所以我们是没有，基本上我们没有好人跟坏人，在阿卡西里面是没有的，就是这些人都是应该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是要让你学习到你的功课。类似说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是天赋，有的就是比如说有天生的天赋，有可能我累世有做过什么，比如说像我好了，米娅好了，就是我可能下载过我以前累世的，可能当过女技师，萨满，就是一直都是在从事类似这样子的工作的一个的角色，所以就是你就是会有比较有这方面的天赋。就是帮人疗愈的天赋，或是就是感知力会比较强，对，类似这样子。对啊，那像是喜欢摄影嘛，对，那你也可以看一下说，这个跟你有什么相关？对，那像我有一个客户，他是理专，那他就非常的符合他的灵魂蓝图，因为他累世都是在掌管财务的，
就是好上辈子，对，有好几世，对他几乎都是在帮他们的大家族啊，或是一个庄园什么，他是掌管财务的，所以他现在做理专就非常的适合，类似这样子，就他有走在他的灵魂使命上。那应该也是有人走在，对，也是有人偏离的，偏离都是一直在走错，然后一直重复遇到困难，对。所以他是对于这样的人，你也是会比较建议他来看一下阿卡西记录，就是说，哎，是不是他可以找到更符合他的使命的，或是他的特质的本质的行业，他就会走得比较顺。对，然后他可能也会比较开心。对啊，对于找到自己的天赋来讲的话，对，每个人都是在寻找自己能够做什么，可以做什么，然后就是不断的去尝试。对。对，或是说有的是说，哎，你现在的阶段你是需要学习什么，或是放下什么，大概是这个，就是也可以这样，就是可以针对工作啦、感情、家庭、人生的方向，每个角度你都可以得到提醒。对，像如果说，哎，感情就是你可以来问你跟家人嘛，就是人际关系，你每一个人你都可以问。你说，哎，我跟这一个人是有什么那个，或是为什么每次为什么看到这个人就特别讨厌，或是他也特别讨厌，对，类似这样，就是他明明没有对我做什么，可是我就是很讨厌这个人。对，没错。对，我之前就有遇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然后奇怪我这是磁场，就是我们讲的磁场不合。对，我听到他的声音啊，我就快要俩公，我就觉得怎么那么讨厌，后来我就自己连结，后来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是一个有一次是在我是在一个祭司殿堂，没有，我们不会说那个，我们是在一个那个神殿里面，我是老师，然后他是学生啊，然后他每次都给我搞事，他很爱搞事，就是他很爱搞一些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对上面的人交代。对，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一听到的声音我就翻起来了。对，就是突然一种深层记忆，对，就突然起来。可是你又没有办法讲出到底，想说莫名其妙，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讨厌那个人或是那个东西。对，听到你得这长后来知道以后，我们就会懂得说，哎，我接受他。互相祝福，你过得好就好，对，远离他，对我也很好，然后就是我们就自我磁场保护起来，这样就好了。后来觉得又见几次面之后，觉得对呢，怎么觉得他的声音没有像以前那么尖锐，那么不好听了？对，类似这样子。磁场慢慢的有去接受，对，因为你知道，你就会放下。那有遇过来问感情比较不一样，就是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其实感情来问感情的人其实算蛮多的，可是通常你会遇到那种有很多是其实都会有遇到是第三者的，对，类似对男生女生对都会有，对，然后也有那种那个就是比如说遇到第三者的那个，后来其实他们都会到最后都会蛮放下的。因为我们不说那种传统的说什么业障啊，什么很严重的那种，说你以前可能对他怎样，这辈子才必须承受怎样，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我们会说，我们可能看过说，可能说那一世的你们3个是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对，导致说，他这一次又加入你们，他是要让你看到什么这样子。那通常来看过以后看过的人，他们都能释怀，因为有时候不只看一次，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帮他们看到3辈子。对，因为通常有很严重的话，就是如果很爱恨纠缠，对，很久的人应该都是蛮长的，对。所以他最多可以看到几次，3次都可以，你想要看几次都可以看，对。可是通常我们会感应抓取影响最深刻的那几次，对，那几次，因为其实我们人类来到地球，我们一直这样投胎转世，一定是数不清数不完嘛，对，所以就是会抓取说，这件事情的哪一次，就是你现在会影响你这样很严重的是哪一世？所以现在分享一个好了，前几天才来的，他就是
帮他看他影响一世很深刻嘛，结果我在描述那一世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一直哭了。我以为他已经梦见过了，我以为他梦见嘛，对，他说没有，他刚好在前几天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你在叙述的时候，对，然后那个场景又再一次的，就是具象化出来。对，他就是说，他就是刚好是做一个，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工作需要，所以他可能在面对很多人对他的咨询啊、质疑啊，或是骂他什么的那个，他说一模一样，就是跟我在跟他说影响他这一辈子有一个卡点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嘛，对，然后他就说已经上演了，就是一模一样的场景，他这一辈子又开始真的又出现了，对，所以他出现之后，他就会知道说，原来他就是有过在那一辈子也是一样的角色，对，或是类似的事件，对，所以他现在就会知道说，那他可能怎么面对，就是未来。所以我们就说喉咙，有的人会因为这样子就不敢说出真实的自己，因为有曾经被质疑过，你有在公共场合，或是说，你做一个什么事情之后被质疑过嘛？对，那这辈子就会比较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的自我。所以他算是问感情，他问全部，对，就是会给他一个基本说，你可能是来自哪里？来自最本源，我们的本源是从哪里下来的？然后你有哪几个特质，可能是跟你在哪一个星系比较相似，对啊，或是你现在说的问题，像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客人他说他的眼睛常常都这边很肿这一边，不是水肿嘛？因为我记得好像就是这边肿，没睡饱他会水肿，不是他已经肿20年了，对，都没有好这样子，对，然后。其实我那一天他在跟我聊的时候啊，我就有感受到说，其实他是有戴着一个面具，我的感觉我看到他是有戴一个面具这样，对啊。后来他说好，不然他想要看，因为困扰他很久了，但是视力都没有影响，他的视力都没影响，单纯就只是外表看起来精进。对。然后后来就是有大概帮他看嘛，就是说，原来他有一次是很早以前的那种古老的部落都有那种。他也是算是那个灵魂的引导人，就是他都要，就是面具如果戴上去，他就有神通，就是部落的人就把他当做他是一个很高的崇拜，就像祭司、女巫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对，类似这样，对。可是当他面具拿下来之后，他就是普通人，对，人家就是那个落差很强，所以他其实很失落，因为他觉得他想要人家知道说他也是有能力的，他也是希望人家看到真实的他自己。所以那一个人就是对他，所以他觉得他面具都要戴着嘛，对，所以他面具戴着才是。只有戴上面具的时候，别人才知道我，才注意到我，才知道我是谁。对，面具脱掉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他是谁，我不知道。对，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对啊，所以他尝试，然后我就是引导他要放下，把那一个面具要撤下来。类似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就是阿卡西他也有可能说，有一个他是驼背，他就是长期就是都驼背，然后都看不好嘛，对，然后后来也是看了以后是他有一辈子是奴隶，就是早期的奴隶是不是都要戴这样子啊，跟脚镣什么，对，那他从那一世的那个被植入到现在，他都一直没有办法解开他这个枷锁。你觉得说你的身体？为什么有那种老是看不好的？那当然不可能说来看就会好，对，只是你会知道原因，对，会知道还是要寻求医学。对，我只是跟你讲说，你这个你的能量，对啊，我可能会帮他调整，就是让他做一下能量的调整，然后我也会给他一些指令，他回去自己调整自己。对，所以通常就是说不是算命，就是就算是算命，你知道了，你也要愿意改变。那来这边问你的人啊，这个年龄层都大概是几岁到几岁？比例上的话，其实我原本因为我还没有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就已经有就网路就有了，就是我有我的疗愈的网站，其实都有也有家长来问过之后啊，带小孩子全家都来，因为他们觉得越早知道，越年轻知道自己的卡点，对他们未来是好的。对，所以基本上从
有的是妈妈来问小孩，所以他的小孩如果有可能只有国中，对他也会帮他问。对，所以就是差不多10几岁到60都有。年轻人20几岁的人来哦，找你问也蛮多的，年轻的也很多，因为年轻反而年轻的比较多，因为年轻其实阿卡西记录这个啊，其实已经很久了，对，20年有。其实阿卡西记录是我们嘉义比较慢，对，其实阿卡西记录是很久了，应该说整个身心灵疗愈对，其实很久这方面已经很久，只是说在这几年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崛起啊。因为以前都是用催眠前世今生带进去啊，哈，我本身也是有催眠证照的老师，对，可是因为现在比较少做了，是因为那个过程需要比较久，大概要1-2个小时，对，要1-2个小时，你才会知道说，你看啊，有的人你还有可能他进不去那个状态。他也看不到，对。睡眠障碍的嘛？不一定哦，有的睡眠障碍的啊，你带他，然后催眠放松啊，他就睡着了，反而他就睡着了，然后睡着也没关系，因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也没关系，因为他就很舒服的睡着没关系，至少他也是一个放松啊。对。所以说你接触这一个东西之前，你就是做很久了。然后你说做这个吗？其实我一直都有，我从年轻就接触了啦，从差不多30几岁吧，我已经接触身心灵可能20几年了，对啊，只是说中间没有专职啊，就是都一直在学习嘛，对。然后在做这个之前，可能那时候之前就是做衣服，就是跟服饰相关的，对。所以是什么样的点让你想要就是完全的投入这一个身心灵？因为从以前我学的时候，我就是希望我退休以后，就是老年生活，就是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像工作吗？其实也不像工作嘞，我觉得好像是任务哎。我们都觉得说，我们现在会做这个的，我们都是觉得这是我们来地球的任务。我们比较说，我们可能是要来帮助地球扬升啊，就是光，我们要散播光。散播爱，对，散播爱，对啊，散播给你，散播给谁？大家，狗狗也是啊，那个植物也是啊，就是这样而已，很简单。然后让人家多了解什么是能量，就是说，然后可能现在7月到了，大家是不是很害怕？对，其实我觉得不用害怕，如果说以佛教来说，其实它是一个孝顺的月份，因为大家都在做祖先就是那个就是法会嘛什么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月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会忘本，对，那我们的血脉都是来自我们的祖先，对，我们要感念他们，然后像我就是，可能我会送光给他们，祝福他们这样子，比如说，召唤我们家的祖先啊、祖灵，对，然后来，对，然后我就做一个仪式，我就送光给他们，祝福他们这样子。那在开这一间的过程当中，你遇到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哈？对啊，阻碍什么的。你找这块地应该也不好找吧？因为很远。最大的挑战是真的要让人家如何理解，说我白莲光流转进咖啡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店，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好奇，对，就是觉得说，而且它又是在那个比较偏远的山区，然后会是什么宗教吗？还是什么比较？他说怪力乱神吗？这个名字确实是蛮能让人家容易联想到的，什么白莲教吧，对不对？以前就白莲教或是说颜色像法轮功，对，其实跟大家解释一下都不是因为白莲就是莲花嘛其实那时候啊，我会选白莲是因为啊，其实我的那个灵性导师还是观世音菩萨啦，对，所以我是算是佛教嘛，你看我的那个那个香氛蜡烛也是都做莲花，因为我觉得白色的莲花它的光是最纯粹的啦，它就是白光嘛，它就是最纯粹的光，对，所以白莲光流只是要白色莲花的光，对，所以没有什么白莲教或是什么法轮功。然后为什么会选宝蓝色宇宙的颜色啊，你看我今天也是穿蓝色你看你是白色，因为宇宙的颜色嘛就是觉得它就是一个蓝色色系的比较天际啊星系的颜色。最大的挑战是这个要让人家知道又有咖啡嘛，然后我们水晶嘛，还有身心灵的服务啊，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咖啡厅，也不是传统的疗愈工作室我都跟我的伙伴说没关系，灵魂共振的人就会进来，就是跟我们同频的人其实他就会进来了。对，那我觉得我把
感觉，就是我们把它慢慢的传递呀，让真正的有缘人来这里，对，然后他就会再传递。其实人带人来的很多，几乎大部分都是从网络上询问，没有经过哦，经过，对啊，所以你的客群是算经过的人，对，都有大于对网络上。网络平台也是有啦，只是我的意思是说，真正进来疗愈的，就是经过的也有啊。网络上是我原本就在做了，只是他们不需要来，对，因为有些是外县市嘛。对，没错。这样子的话，线上像询问啊，会影响吗？会影响到你下载他的阿卡西记录吗？线上不会影响，只是我帮他调整能量的时候，他要很有时间。比如说，我可以跟他视讯，叫他开视讯嘛，我带着他调整嘛，对的时候，他要有时间这样而已，其实都一样。其实能量，不一定看他的问题，对，像有的人能量，我那天做一个他引导3个的玩，我就很累。对，你就是会觉得，就是你会觉得就是比较，你如果阿卡西开启太久，其实我们还是一样会需要接地一点，不可以太飞啦，要回来了。对，除了你以外，那个本身的人也会，他能量流动，他其实他回去他也要喝很多水。对，那一天有一个客人他说回去他全身酸痛，我说对啊，本来就会，一定会，就是能量消耗嘛。对，他不是算，他没有消耗，他是调整。对，就是当你看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它是算是能量在对，就是因为你开启，对，因为你在看他的嘛，所以他也在开呀。我跟着他一起开嘛，我跟着他一起看他的阿卡西，他的接收他的讯号，对，他的资讯，就是对，你跟客人就是同时接收讯号这样子，对，所以他的能量，然后接收完之后，他最后是在调整这个会比较能量流动的时候，他可能会比较累一点。啊，会有什么后遗症吗？不会啊，那不会有后遗症，会更好而已。比较累而已。没有啊，累完以后就会好了。对，可能睡一觉啊，对，你就喝多一点的水，对，因为那都是你自己的，我没有，不是我给你的，不是吸金哦，没有，不是我吸取你的能量哦，没有，就是单纯的给你哦，对，单纯你自己的能量流动，然后你可能就是做完还睡一觉，喝个水。对，可能过几天好，那个可能身体比较差一点的，可能过几天就好了。对，好一点可能是睡一觉。对，有的，对，睡一觉就好了嘛。对啊，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怎么可能会有？而且还有人他还可以，其实有的人像你这杯能量饮啊，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每个礼拜都会来喝一杯，因为每个人每个礼拜的能量场是不一样的。那他主要是要知道说，我可能给他什么光什么，他自己也可以冥想。就是那一个冥想的那个，我会给他自己做，他自己会调整。其实，现在很多人其实都蛮会的，就是他们有在做气功啊，或是冥想静坐的这方面的人，其实他们都懂。对，所以他们会想说，我给他，就是他喝一杯之后，我给他的那个能量，像我刚才注入的你那个能量，你回去你也可以自己做，自己在想象说，光进来。怎么进来你这边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像比如说光进来的话，身体会感觉到什么？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没感觉，有的人没感觉，对，有的人真的没感觉，可是没有关系，有感觉的人，相信他有就好了。有感觉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真的很多人就随便讲啊，对，因为每个人的感觉对，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像我是有时候会你就会觉得有一股，如果是从这边进来嘛，你就可能会有一股能量进来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被东西撞到的那种感觉。对啊，有的就是如果是从上面下来，你有可能会觉得说，你的人就是很轻、很通透，你觉得很轻盈、很舒服的感觉。对，你说啊，或是很热，有的会觉得，我怎么心轮这边很温暖，不可以说热，可能就是温暖。对，是。有啊，我之前曾经有几次就是也是这样过哦。对啊，你可是就是突然好像也什么东西撞到你，对，就是没错，对，没错。有时候就是会感觉到有东西撞到我这样子，而且每次都是从后面这样撞过来这样子。因为我们来不止咖啡嘛，因为我们还有水晶，还有精油的部分。对，然
后也有香氛蜡烛，这个都是跟疗愈空间，就是你要那个营造的那个疗愈的那个空间都是相关的，对，或是水晶就是补充我们个人的能量的这样子，对。所以水晶是你会一样是依照他们的能量，对，再去做克对，制，像说，看现在它目前的能量如何去配置，可以强化它平衡的。其实我所有说的啊，都是平衡，我不会说，就是比较没有传统的什么金木水火土那些，对我做的是能量，就是比如说看你现况是需要什么，然后让你可以平衡的水晶的能量这样子。客制化这样子，因为你知道现在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嘛，可能觉得说，漂亮啊，好像我这一个就是蓝幽灵，我今天要说比较多话，我就会戴它。蓝色就是疗愈喉咙。那如果你要做整串的，对，我们就会帮你看有什么水晶之后再设计。对，我们有那个专门设计水晶的水晶老师这样子。对，大部分应该都是像这样子吧？还是有说不一定？还是可能有些水晶球？水晶球，如果水晶球它就只有一颗，一颗啊，对，那个就是如果水晶球可能就是白色嘛，对啊，就是只是在你的办公室或是你的住家也有，就是帮你的空间设计有，就是我可以也有在帮人家看空间的能量场，然后配置怎样的水晶，就可能它缺少有什么东西，然后对那个地方需要摆什么。对，类似这样子。那大部分比较多都是做手链呐、项链呐，对，因为可以戴好几条，大家都是不止一条。真的吗？对，没错，都会整手都是。原本来的时候手空空的，然后回去的时候越来越多条，然后下次又想到说，老师，我最近又想要怎么了，可能就会再做一条这样子。那它因为其实水晶它不是一个很贵的一个饰品，对。可是水晶，我记得它还是会没有，它真的有能量啊，也有能量到没有的时候，不可能，只要它是天然的，它就是有那个能量，是一直都会在。它是持续，对你只需有时候你就是可能要净化它，对，就是你可能戴久了以后，就是净化它，或是你今天去了磁场，你觉得比较混乱的地方。比如说去医院呐，或是去殡仪馆呐，什么之类，你觉得可能比较那个的地方，回来你就是把它净化一下。那净化水晶是要怎么样？净化水晶，我们都有固定的什么就是海盐，对，海盐就可以净化。有时候我们会晒月亮，有时候会晒太阳，对，那个都有净化。就是很简单的，很方便。对，因为它本身因为水晶它本身就是一个有能量的一个矿，对，它是一个晶体，所以就是要吸收日月精华，它就可以去除它本身的一些混。对，要看有的是不能太强光的也有，就是它的种类都不一定。对，像这种都是原矿，这个它就可以净化了。我把它摆在上面都是在净化。对，像它这个有没有？像它这个就是原矿，就是水晶的原矿，然后放上去这一串就可以净化这样子。对。是，对。所以说，你会希望说这间店未来是一直朝着那个方向目标方向这样子？未来我觉得可能让更多人知道就可以了，就是让更多人知道，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营业5、6日1，就是一个礼拜有4天，对，我都是在这边，对，因为本来想说只有开假日，然后后来有朋友建议说，因为他们假日很忙，因为你知道说有的是服务业的人，其实他们假日也蛮忙的，然后我现在平日有开以后，反而平日比较有人呢，是不是现在的人的工作可能比较对，平日他还比较，就是他的工作性质可能比较弹性的人，他们有时候也会约平日。就可能你说的嘛，服务业6日比较忙，6日比较忙，他可能就是平日休息排休那一种，他可能就是平日休息过来过来这样子，然后可以聊久一点。有时候就是说，平日可能比较没有人嘛，那可能要问事或是要体验什么，可能时间我可能可以比较专心帮他做这样子。对。好，那老师这边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就是我可能没有问到的。好，就是我觉得对这个白脸的空间其实我只是想要创造一个让大家可以暂时
就是在原本的忙碌的生活，然后来到这边喝杯咖啡，然后让大家的脚步慢下来，然后可以录一下。我们就要不要录一下？我们是宠物友善，就是说如果有动物啊，可以带来，对，就是狗啊、猫啊什么都欢迎大家来。然后我本身也有在做动物沟通。也有，对，也有，就是你想得到的相关的都有，因为其实我们跟动物聊天也是一个能量，就是的感知，就是你可能知道说它现在要跟你表达的是什么啊，树也有啊，植物都有，每一个万事万物都是能量，所以万事万物你都可以跟它沟通。好哦，那以上，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我是一时兴起，那我们下次见。所以你对你自己的作品是非常充满热情的，而且你渴望透过你的作品，可以与世界分享你的视角。